看过电影《唐伯虎点秋香》的朋友，一定对周星驰扮演的那位风流才子记忆犹新吧？电影里，唐伯虎不仅点了美貌如花的秋香，还艳福无边，娶了8个老婆回家，竟然比韦小宝还多了一个。有人就要问了，历史上真的有唐伯虎点秋香这回事吗？秋香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纯粹杜撰出来的呢？这事说起来啊，还真有点复杂。首先呢，我告诉你，无论是唐伯虎还是秋香，这历史上都确有其人，但俩人呢根本不认识。秋香呢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的丫鬟，而是一位青楼大 V。其次啊，当时确实发生过类似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但先是被张冠李戴，后来又被移花接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别划走，且听我一一道来。唐伯虎啊，原名唐寅，伯虎是他的字，苏州人，明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和画家。20岁那年，因为参加乡试名列榜首，取得解元的称号，所以呢，后世也称唐伯虎为唐解元。历史上唐伯虎呢，虽然才华横溢，但并不风流，从没点过什么秋香，相反，一生穷困潦倒，靠卖画为生。你想啊，自己的温饱都没解决好，哪有什么条件去养8个老婆啊？除非8个老婆养他好吧。唐伯虎一生呢，虽然有过3次婚事，但第一任老婆很早就病逝了，第二任老婆呢嫌他穷也离开了他，第三任老婆沈九娘出身青楼，因为仰慕他的才华，俩人走在了一起。3任妻子没有一个叫秋香的，也没有一个是丫鬟出身。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啊，跟唐伯虎同时代呢，确实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只不过这个秋香呢，也不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金陵的一位青楼大 V。秋香本名林奴儿啊，秋香是她的号，自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被誉为吴中女才子。当时点她的人应该很多。那么唐伯虎有没有可能点过她呢？基本上不可能。为啥？因为她比唐伯虎啊是足足大了20岁，也就是说他最红的那会儿，唐伯虎啊还没出生。等唐伯虎名满天下了，这名秋香阿姨也已经奔4了。虽然如今都流行啊，女人只要保养好，未来老公再高考，那个年代女性意识还没觉醒到要找小鲜肉。唐伯虎缺钱可不缺母爱，没必要再给自己找一个妈。所以唐伯虎点秋香呢，基本上可以断定是虚构的。要说这俩人啊，历史上有过什么交集，就是在《金陵琐事》这本书当中提到过，秋香呢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著名的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换句话说呢，秋香和唐伯虎呢都曾经师从过沈周，也算是同门师姐弟吧。至于两人是否见过面，有没有在一起吃过火锅、唱过歌，似乎呢并没有找到过相关的记载。既然唐伯虎不可能点过秋香，那么这个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传说又是如何演化到今天呢？据《茶余客话》和《耳谈》等明代笔记体小说记载当时呢的确出现过一名书生因为爱上了一个丫鬟而卖身为奴的故事。只不过呢，这名书生叫陈超元有一回他和朋友去虎丘玩，与秋香是不期而遇。秋香对陈某笑了一下，这位大才子的小心脏就受不了了，于是就派人呢暗访秋香的行踪。后来得知呢，秋香是一官宦人家的丫鬟。陈某决定乔装打扮，混入对方豪宅，做了人家公子的书童。1年以后呢，陈某谎称父母逼他回家娶妻，必须告辞。公子为了感谢他的相伴，准备送他一份厚礼。陈某假意推辞，说我什么也不想要，就想要一个丫鬟去侍奉年事已高的双亲。公子呢也很慷慨就说我府上丫鬟多了去了，你随便挑吧。陈某顺水推舟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点秋香吧。最终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就是那个家喻户晓的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原型。巧的是这个陈超元跟唐伯虎一样都是苏州人。明朝末年，著名小说家冯梦龙以唐解元一笑姻缘为题，又将这个故事呢编进了后来广泛流传的小说集《警世通言》当中。由此
故事主人公的名字由陈超元变成了唐伯虎。究竟是冯梦龙把两人的身份搞混了，还是因为陈超元名气不如唐伯虎那么大，冯梦龙为了书的销量故意去蹭唐伯虎的流量，咱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这个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这么一渲染，这么一改动，从此就在话本小说乃至戏曲舞台和后来的影视剧中发扬光大了。至于历史上唐伯虎究竟干没干过这事儿，也就没人去追究了。女闺蜜小凤就说自古才子多风流似乎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哪怕你本身一点都不风流，吃瓜群众呢也非得给你炒作点绯闻八卦，否则怎么流芳千古呢？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让久远的故事更加接地气。我是曾子航，欢迎点赞并关注我。